双城论坛就是统战论坛，中国代表团就是统战小组，而蒋万安台北市长就是开门一道、与虎谋皮，对中国贵安的统战代理人。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阿杰，欢迎来到我最新一期的节目啊。2024年的上海、台北双城论坛啊，昨天在台北举行啊。这是台北市长蒋万安任内第一次举办的双城论坛啊。就两岸目前的关系来看啊，这次的双城论坛注定呢就不会顺利啊。之前就传出上海台办主任金梅与8名中国记者等9人被陆委会拒绝。那陆委会13日就发表声明称国台办公布了惩毒22条，并设立举报专线等极不友善行为，严重影响两岸正常交流。政府除呼吁国人审慎评估暴露风险之外，对中共涉台系统重要官员来台都会严格审查，以表达抗议和不满。有关上海媒体团来团，此团与论坛举办的关联性不高，且目前中媒在台驻点记者已可充分进行采访事宜。那蒋万安昨天在会上时表示，希望多一点和平的橄榄枝，少一点冲突的酸葡萄。话呢是说的挺漂亮的，但他应该知道中共这几年军机军舰扰台就没有停过吧。那我觉得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最近的发言呢，算是说出了问题的核心而海基会秘书长罗文嘉表示，双城论坛行之有年，但从2022年以来，共机共建并未停止对我干扰。一手刀枪棍棒威胁恐吓，一手鲜花水果说要交心交流互诉情衷，你相信吗？台湾人很善良，但我觉得台湾人也没那么傻。建议中共国台办，建议上海台办在进行双城论坛期间，停止军机军演军舰扰台，3天也好，5天也好，这就是一个善意啊。那我想这个问题蒋万安一定也是知道的。然后呢，网上也有网友应该是台湾的吧，就指出双城论坛就是一个统战平台加上之前蒋万安的种种行为他对于台海问题的立场我想已经不言而喻了吧。那这几年老蒋家的子孙们卖台的事呢，也是真没少干蒋万安呢，作为蒋家的便宜子孙或者说边外子孙吧，尚情有可原那之前正派子孙蒋友清跑到宁波奉化，说赖清德是省长不是总统。老蒋如果泉下有知现在棺材板已经按不住了。就几代人建立起的民主的台湾就这么让那帮孙子们给糟蹋了。那说回这次双城论坛上海副市长华元宣布，上海即日起将恢复组团赴台旅游。那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在我看来呢，普通人一时半会是没有机会参加这样的旅行团的。首先呢，中共是不会太担心有人借此跳击台湾的。这几年呢，出过几起类似的事件台湾这边呢是不收的。加上统战部这么多年的渗透中国人想黑在台湾的可能几乎没有而且不排除一个可能就是前期能参加这样的旅游团的，大概率是带着任务去的，所以必须根正苗红，对大陆忠心不二，可能是要政审的。我猜我之前的视频里说过中国几个大城市像北上广深之类的，包括一些省会城市是中共的门面，不是真正的中国。真正的中国呢，其实是在山河4省这种地方所以为什么会选上海先开这个口子呢？多少跟上海的城市发展程度是有关的。至少上海的或者来过上海的都是吃过见过的，不会跑到台湾就被所谓的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所打败这个呢，跟当年驻香港或者驻国外的一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待几年必须回国呢就不一样了。当年国内还在喝那种一勺都见不到几厘米的粥的时候，外面呢已经在面包罗宋汤了。那出去的人呢，就自然代表了中共的形象这里面呢，中共也免不了要花钱去包装他们吧。那到时候5万块钱的3折叠手机，3万块钱的 MateBook 笔记本，还有什么
10几万的照相机加镜头等等道具啊，都要找上面报销的。我想中国人应该都懂的。那这2天啊，我一直在关注8囧的闽南狼人杀的节目啊，最近几期呢就在讲中国统战部啊邀请台湾各界人士来大陆旅游的事啊。说到底呢，就是一个大外宣的活动啊。中共这边呢花钱请台湾人过来，好吃好喝好玩的招待着，完事呢让台湾人在社交平台上宣传一些大陆正面的内容啊，这都是统战工作的一部分啊。加上台湾那边组织活动的中间人啊，2头捞的油水啊，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啊。那我想说的是啊，出去旅游中国人要花钱，那么台湾人过来旅游，怎么还是中国人花钱呢？这些钱从哪里来呢？还不是从国库里来的。那做这期节目呢，我知道啊，大概率又要被粉区5毛骂了。上一期呢说给行道树穿毛衣的视频啊，我本来呢就想简单说2句，凑点播放时长什么的，就没想到真的有这么多傻逼对号入座了。那反正我的频道嘛，我也不惯着，一个个都拉黑了。那我基本上都这样，骂我就拉黑啊。反正现在频道里人少啊，还来得及拉黑啊。但是呢，我也观察了一下，就那些5毛粉区的一些观点啊，除了纯骂人的呢，还有一些打比方的。那我之前视频里说过啊，一般有人跟你打比方做比喻的时候啊，就是他要偷换概念了。那我也不知道那帮5毛粉区是真傻还是假傻。他们一方面呢是分不清政府权力的来源啊，民主政府的权力啊是受社会监督和限制的，不可能出现政府说干嘛就能干嘛的。社会呢是可以反对甚至是弹劾执政者的。那也就是说呢，行道树上穿毛衣，你真的就得让老百姓同意了才能干这个事情，不管你的目的是什么，你先得告诉他们，然后他们同意了你才能干这件事情。然后包括这样的统战的活动也是，像之前民众党那个谁啊，不就是因为虚报了加班费还是什么的就被判刑了嘛？虽然呢在中国这是做梦啊，但是道理应该都明白吧。那另一方面呢，这些5毛粉区啊也分不清政府拨款和私有财产的区别啊。政府呢是不创造价值的，政府的钱呢都是从民间收上来的税或者其他的什么的费用。所以上面说的赴台旅游团和统战活动啊，花的钱啊，其实都是老百姓的钱啊。那民主政府花钱呢，也是需要通过老百姓同意的，并且最后是需要公示花费的细节的。而老百姓的钱呢，是私有财产啊，只要在合法的前提下，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政府呢无权干涉啊。所以就有些傻逼说给狗买毛衣，那在我看来肯定是和政府给树穿毛衣不是一个性质的。你在我这里偷换概念的，不好意思，没可能。那还有一方面呢，政党和政府呢又是2回事啊。理论上这次双城会议啊，是国民党这边的开销呢是要从他们自己的金库里出的，而不是台北政府出啊。当然具体的也要看情况啊。如果台北政府或者说台湾那边的相关的法律是允许国民党来使用台北政府的金库的话呢，那就是另一回事啊。不过这样呢，我也不知道蒋万安卸任前啊，是能不能把屁股擦干净啊，就别刚出了政府大楼啊，就被送进了监狱啊。那现在看来啊，台湾那边呢，也不是那么众志成城的反共啊。老话说啊，有什么样的人民呢，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啊。万一将来真发生些什么，那也只能说活该了。那关于这次的双城论坛呢，先讲到这里吧。后面如果再有新的新闻呢，我们再继续更新啊。这期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